王翦掌握着秦国60万大军，为什么却不敢谋反呢？秦国统帅王翦灭楚之时，手握60万大军，几乎掌握了当时秦国的全部精锐。首先，我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王翦灭楚的过程。在征讨楚国的过程当中，王翦为了打消秦王嬴政的疑心，选择自污的手段。他屡次给嬴政写信，不断的要地要房子，狠狠地敲了秦王一杠。王翦不断地找秦王讨要良田美宅，讨得连身边的将领都看不下去了。为此，王翦跟手下人解释说，秦王把这么多的大金交给我，他是会对我不放心的，而我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不让秦王怀疑我。对于王翦这种敲竹杠的行为，聪明的嬴政自然明白其中之意，也很高兴地答应了王翦的所有要求。当然，王翦倒也没有辜负嬴政的信赖。秦军开到楚国之后，王翦积极备战，稳扎稳打。当时楚国派大将项燕带了40万大军前来御敌，但是这王翦却是坚守不出。就这样对峙了1年之后，项燕终于放松了警惕，王翦则抓住机会，一战打败了项燕，歼灭了楚军主力。从此之后，楚国元气大伤，再也没有实力和秦国相抗衡了。不久之后，楚国就被秦国所灭。那王翦当时出征在外，掌管着60万大军，为什么不敢谋反呢？第一，秦军的家属都在后方当人质，秦国将领出征，其家眷都留在君王身边，美其名曰是让将领无后顾之忧，实则就是人质。王翦要是反叛的话，他的全家老小可都在秦国境内，秦始皇肯定会第一时间杀了他全家的。不单单他是如此，他手下的60万士兵也是如此。想想看，他敢造反吗？他要造反，有人会跟着他吗？第二，秦朝户籍制度的制约。秦朝发明了一个绝技，叫做编户齐民。这种技术高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能精确到每一个人。王翦带领的士兵，每个人都被这个制度所控制。只要你敢造反，嬴政就可以直接到大秦的中央数据库当中调查资料，查到这些参与叛乱的士兵之后，肯定会把他们的家人都收拾了。就问你这样做，你怕不怕呢？这样还有多少士兵愿意去造反呢？表面上看，王翦把秦国的家底都拿在手里，但是这60万大军，妻儿老小的性命却都在嬴政的手上。这些人质才是嬴政最大的资本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项资本，嬴政才敢把60万大军交给王翦，不然你以为嬴政傻吗？第三，秦国统一天下乃大势所趋呀。如果王翦造反，那是逆历史潮流的，注定还没有开始，一定会失败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嬴政控制军队的能力和决心呢。即使借1万个胆子给王翦，他也不敢造反。所以王翦之所以不敢反，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根本没有谋反的机会，或者说没有谋反的能力。当然，王翦自始至终也没有篡权夺位的野心。嬴政有识人用人的眼光，而王翦也有自知之明，懂得进退。所以聪明的王翦明哲保身，不让自己成为下一个白起。王翦他很了解领导的心思，不触及核心的军权利益，而嬴政也是用人不疑，不失为一个君王的风范和气度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